2001年12月，《柳叶刀》杂志刊登了一篇濒死体验研究论文。文章内容围绕罗梅尔医生及其同事在1988年至1992年间救助的334位心肌梗死症患者的濒死经历而展开。这项研究成果一经发表，立即在国际医学界引起了巨大的轰动。报告中指出，濒死经历中最为常见的是意识脱体现象，这种现象根本无法通过神经生理学知识予以解释，因为在很多患者经历濒死体验时，他们已经处于临床死亡状态，即所谓的脑死亡状态，心跳和呼吸已经完全停止，脑电波消失，整个神经系统失去了任何生理或病理活动。如果按照现有科学的观点，人类的意识是由脑神经的生理电活动而产生和运行，那么当患者处于临床死亡状态时，不可能具有独立于其躯体的意识或者任何类似于思维的活动，更不要说濒死体验报告当中经常会出现的一系列清醒而有序的认知和奇妙感受。罗梅尔在论文中提及了一位40岁的心脏病患者，此人心脏病突发，摔倒在路边草坪。在救护车上，这名患者渐渐丧失了所有临床医学的生命指征，走入了科学意义上的临床死亡。罗梅尔在该病人心电图和脑电图已彻底为零后，又继续坚持了一段长时间的无畏抢救，并在实施心肺复苏术时将患者口中的假牙摘掉。大约1个半小时之后，该患者恢复了血压和心跳，但是仍然处于深度昏迷状态之中。几个星期后，该患者重新见到罗梅尔医生的时候，感谢了罗梅尔所实施的敬业抢救，并准确指出自己的假牙被放在什么地方。这令罗梅尔医生万分惊讶，因为他知道在整个抢救过程中，该患者一直都处于深度昏迷或临床死亡状态，绝不可能有传统意义上的意识或者认知能力。而通过进一步交谈，罗梅尔从该名患者口中得到了最为标准的濒死体验模型。患者俯视自己的尸体和周围忙碌的医护人员，甚至可以异常准确地讲述他在急救车和抢救时所发生的每一件事，其中还包括极其专业的抢救程序。有的人会质疑，这样的濒死体验是不是不同于地区或者人种？那就让我们再来看一下中国关于这方面的研究结果。天津市安定医院精神病医学教授冯志颖在1987年和同事随机找到唐山大地震100位幸存者进行濒死体验调查，收回有效的调查资料81例，结果发现他们都有类似的过程体验。有近半数的人觉得意识脱离了自己的躯体，游离到空中，约1/3的人感觉自身正在通过坑道或隧道，有约1/4的人称当时身体好像已经不属于自己，身体的各个部位散落在空间里，接着像是沉在万丈深渊，四周一片黑暗，感觉光明即将来临。著名哲学家笛卡尔认为，身体和意识是两种不同的东西，身体是物质的，意识则是非物质的。当人脑死亡后，并且完全不依赖五官接受外界信息的情况下，意识依然可以接受到来自外界的片段，并且可以与外界的真实情况相对应。那么人死后意识究竟去往哪里？无人能说得清。也许每个人心中都有自己的答案。